大家还记得前几年流行的大胃王吃播吗？据说一口就能吞进半份面，吃倒几家餐厅，食量更比常人多出好几倍，凭着超多的食量获取关注，成为大网红。如此的胡吃海喝，真的对身体没有危害吗？我们现在再看看当年的吃播四巨头现状就知道了。2年的时间就有2个相继离世，为了保命，胖猴仔吓得赶紧减肥，恩克吃到吐血，简直赚钱不要命啊！那么这吃播四巨头是哪几位呢？他们当年有多轰动一时呢？今天我就来给大家盘一下。1. 文味哥因尿毒症离世。我就是小孩，疼我叫我。2020年，30岁的文味哥已经患有多种疾病，但是为了吃播事业，他继续大量暴食，发布许多卖力表演的吃播视频，迅速爆红。长期高油高脂食物加重了他本身就堪忧的身体状况，不仅尿毒症恶化，还出现了高尿酸、痛风、皮肤钙化、高血压等多种病症。文味哥的猝死震惊了整个网络世界，他生前的标志性口头禅“不吃羊肉串都得闻味”一夜之间在短视频平台走红，成功塑造起了一个大胃王的形象。粉丝迅速达到几十万，广告如潮水般涌入，他一跃成为吃播界的新星和百万富翁。但是这一切的代价就是他300斤的体重和持续恶化的健康状况。2022年3月，文味哥突然病逝，瞬间引发公众哗然。他生前的吃播行为遭到极大争议，许多人批评他为了金钱置生命于不顾，同时也有人认为吃播仅是他焦虑心理的投射，不应受到责难。这2种观点依然在文味哥离世1年后的今天激烈交锋。事实上，早在文味哥还活着的时候，就有许多关心他的网友劝他收敛一些，不要靠吃播证明自己。但是文味哥选择无视这些建议，被直播收入的诱惑蒙蔽了眼睛。虽然医生一再警告要控制饮食，但他还是为了直播推掉了治疗时间。这种执迷不悟才导致了他的悲剧。文味哥的猝死也为其他吃播敲响了警钟，许多博主因此转型，不再以暴食为卖点，但也有博主仍然在继续高风险的吃播，引发外界担忧。业内呼吁这些博主应该汲取教训，珍视生命，与身体和睦共处。天天直播的，天天直播了。文味哥的离世虽然已经1年之多，但他生前的吃播行为至今仍是公众热议的话题。这场争论也将持续影响其他吃播博主的职业规划。2. 泡泡龙意外猝死。走，行不行？行啊，招我，行招我，穿出泡泡啊！泡泡龙本名于海龙，出身平凡，自幼便展现出超乎常人的食量，往往能够轻松超越同龄孩子的饭量。成年后，他成为了一名外卖员，穿梭于城市的街巷，为别人送去美食，自己却常常难以满足口腹之欲。某日，泡泡龙独自在家，面对几盘热腾腾的饺子，大快朵颐。心血来潮之下，他随手拿起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，并分享到了网络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短短30秒的吃播视频如同野火燎原，迅速在各大视频网站走红，短短数日便收获上百万的点赞与关注。意识到自己的视频潜力，于海龙迅速把握住这个新兴的机会，注册了统一的账号泡泡龙，正式踏上了吃播的道路。他的视频内容从最初的家常便饭，逐渐扩展到海鲜自助、烤肉盛宴，乃至各式快餐与零食。每一次的吃播都充满惊喜与震撼。泡泡龙那夸张的吃相与惊人的食量，迅速吸引了一大批忠实粉丝，粉丝数量在短时间内便突破了100万大关。为了回馈粉丝的热情与支持，泡泡龙决定全职投入吃播事业。他组建了一支小团队，分工明确，有人负责寻找合作餐厅，有人则紧随其后记录他的每一次美食探险。随着知名度的提升，泡泡龙的收入也水涨船高，从最初的微薄收入一跃成为月入数十万的网红主播。巅峰时期，泡泡龙的粉丝数量更是突破了500万大关。他不仅专注于吃播，还时常在生活中捕捉搞笑瞬间，制作成视频分享给粉丝，成功吸引了众多路人粉的关注。然而，随着名利的双收，泡泡龙也开始尝试更加夸张、更加刺激的吃播方式。他挑战了一个又一个极限，如1小时内清空整台自助餐，独享整只烤乳猪，一口气吞下数十个汉堡等。
这样的高强度工作让他每周都要进行10多次的吃播与录制，身体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负担。短短2年时间，泡泡龙的体重从原本的80公斤飙升至惊人的320公斤，脸上更是布满了令人担忧的黑斑。2021年3月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降临了。在一次直播当中，泡泡龙突然捂住胸口倒下，经全力抢救仍未能挽回生命。医生诊断死因是长期肥胖导致的心脏病突发。事实上，早在1年之前，就有医生和朋友多次劝诫泡泡龙要减肥，要控制饮食，但出于对金钱与流量的渴望，他选择了忽视这些善意的忠告。年仅29岁的泡泡龙最终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这不禁让人唏嘘不已。3. 胖猴仔减肥保命。人狠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。胖猴仔一位体重直逼300斤的重量级吃播，他的日常乐趣几乎全寄托在了吃上，对美食的热爱让他来者不拒，总能一扫而空。某日，胖猴仔随手记录下自己大快朵颐的片段，上传至抖音平台，不料这一无心之举竟引起10几万点赞的狂潮。原来众多网友对这种别具一格的吃播情有独钟。胖猴仔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商机，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原本的工作，全身心投入到吃播视频的创作中。为了吸引更多眼球，胖猴仔特意挑选那些油腻且分量十分惊人的食物作为主角，如满桌的烧烤盛宴、热气腾腾的红油火锅等。他边吃边做出各种夸张的表情，甚至不惜将酱汁溅在脸上，只为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欢乐与惊喜。随着视频数量的不断增加，胖猴仔迅速在抖音上崭露头角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胃王，粉丝数量也如雨后春笋般增长至200万之众。吃播带来的收入让他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，名牌加身，豪宅入住，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奢华与自由。朋友们纷纷称赞他是自力更生的典范，但父母却对他的生活方式忧心忡忡，担忧不已。然而好景不长，随着吃播生涯的持续，胖猴仔的体重也如脱缰的野马飙升至600斤。他的身体开始出现了各种不适，走路几步便气喘吁吁，双脚肿胀如同发酵的面包。更糟糕的是，高血压、高血脂、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也接踵而至。一次直播中，胖猴仔突然在镜头前晕倒，这一幕让无数粉丝惊恐万分，也让他自己深刻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远胜于金钱与名利。于是他下定决心改变现状，加入了一个专业的减肥训练营，希望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重获新生。起初减肥效果颇为显著，体重有了明显下降，但好景不长，艰苦的训练让胖猴仔难以忍受，他终究还是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，偷偷品尝了高热量食物。这一行为被教练发现之后，他不得不遗憾地离开了训练营。回到原点的胖猴仔再次陷入了暴饮暴食的循环之中，尽管身边的朋友和家人都苦口婆心地劝他改变生活方式，但他却置若罔闻，医生的严厉警告也未能让他警醒，他依然我行我素，仿佛对美食的渴望已经深入骨髓，无法自拔。4. 恩克我行我素。大家好，我是恩克。恩克是内蒙古的一位吃播网红，原本是当地普通的牧民。一次，他的朋友开玩笑让他录制一个吃肉的视频上传到网上，结果意外爆红。恩克一夜之间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网红。刚开始时，恩克还保持着基本的饮食礼仪，只是偶尔加些夸张的表演效果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为了迎合观众的期待，恩克逐步增加了自己的饮食量，从一开始的1碗肉变成了整整一锅羊肉汤，从一块肉变成了整只烤全羊。恩克吃东西时完全不顾仪态，只求在最短时间内吞噬完所有的食物。在粉丝的鼓励之下，恩克的胃口越来越大，体重在短短几年内就从普通身材急剧增长到300斤以上。明显的肥胖体征一次次出现，但恩克却毫不在意自己的健康。为了赚更多钱，吃几乎成了恩克的人生目标。他的暴饮暴食的方式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，许多网友都在评论区劝他控制饮食，但恩克不把这些劝告放在心上。在贪图金钱的驱使之下，恩克进行吃播时表现得十分狂热和放肆，结果恩克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，有时吃到一半他会呕吐出鲜血，甚至把刚吃下的食物反邹出来。
但恩克对此已经习以为常，丝毫不在乎生死。据说他每天睡觉时必须带上吸氧机，否则就会在梦中突然停止呼吸。曾经作为吃播4大天王之一，深受粉丝喜爱的恩克，现在体重愈发肥胖，脖子都几乎看不到了，简直像一个滚动的肉球。许多粉丝出于健康考虑，纷纷劝他停止以牺牲健康换取金钱博眼球的吃播方式。但恩克对自己的身体形象漠不关心，仍然继续每天上演暴饮暴食的噱头，以获取更多眼球和金钱。在最近的一次直播当中，他突然大口吐血，甚至把刚吃下的食物全部呕了出来。让人惊讶的是，恩克对此毫无反应，很快又开始狼吞虎咽。这无疑让观众们对他的健康更加担忧。从恩克近期的视频来看，他的面色憔悴，嘴唇发白发紫，脸上还出现难看的黑斑，这让人们担心他会重演泡泡龙的悲剧。恩克的直播间里经常出现大量关心他健康的留言，但他对此充耳不闻，甚至开玩笑说我的身体很棒。有医学从业者分析认为，恩克长期的暴饮暴食可能会导致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等严重的健康问题。显然，长期的暴饮暴食和长期缺乏睡眠已经让恩克吃不消了。我们不得不担心恩克的健康还能撑多久。这4位曾经的吃播4巨头都以不同的方式闪耀在网络世界，吸引了大量的粉丝，也赚取了丰厚的金钱。然而，他们都忽略了健康和生命的重要性，只是为了短暂的名利和流量，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看了吃播4巨头的现状，不得不说，钱真的是个好东西，让人不要命也要疯狂捞金。或许是仍然抱着一丝侥幸，认为钱和身材都可以兼得。他们的故事也告诉我们，生命远比金钱和名利更为宝贵，健康永远是最大的财富。希望这些沉痛的教训能唤起更多人对于健康的重视，珍惜生命，不要轻易走上暴食的不归路。